要说这个星球上最神秘、最让人着迷的地方，南极洲绝对榜上有名。这是地球的第7块大陆，一片被冰雪永远封锁的世界。人们普遍相信，它深藏着许多惊天秘密，只等我们揭开冰层，发现真相。不过，想要一探南极可没那么容易。那里不仅环境极端恶劣，而且受到层层保护，背后还缠绕着各种阴谋论，几十年来一直挥之不去。自1961年起，南极洲就被纳入南极条约的管辖之下。这项条约由多个国家共同签署并执行。不论你是普通人还是某个机构组织，想踏上这片冰封大陆，必须先得到条约组织的许可。南极被严格划为科学专用区，外人不得随意进入。说到底，这是地球上最后一块几乎没被人类染指的净土，受到保护也算情理之中。不过说归说，总有人对这片冰封大陆背后的管控感到疑惑。为啥一个小小的国际组织能对整块大陆说了算？谁给他们的权利？又为什么守口如瓶？随着越来越多关于南极的阴谋论浮出水面，人们的怀疑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各种保密措施之下，这些传言反倒像火一样越烧越旺，越久越神秘。其实，南极的谜团可不是最近才冒出来的，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有人觉得不对劲了。最著名的例子之一，就是那张1513年绘制的皮里雷斯地图。这张地图神奇地标出了南极洲的位置，问题是，人类直到1820年才官方发现南极。那他是怎么知道的？已故的阴谋研究专家吉姆·马尔斯，在他的书《我们被掩盖的历史：全球精英是否在隐瞒远古外星人》中，就指出一个令人头皮发麻的疑点。那张皮里雷斯地图之所以让人震惊，是因为它描绘的南极洲并不是冰封状态的，但南极洲至少在4000年前就被冰盖覆盖了。这就奇了怪了。如果那时候冰已经把南极封死了，那这些没冰的地理信息是从哪儿来的？又是谁在遥远的过去见过那个还没有被冻结的南极？据多数研究显示，这张地图的制作者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位海军上将皮里雷斯。他本人就说，他是根据多张更古老，甚至可能是上古时期的地图，才拼凑出这份南极地理图的。而且，他还自称参考了古希腊时代的海图和地理资料。更离奇的是，皮里雷斯说，那些古希腊人的地图其实也是从更古老的文明那里继承来的，比如古埃及，甚至是美索不达米亚。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张地图所依据的原始资料，很可能早在他生活的年代前4000年就已经存在，甚至可能还更久远。而让这些所谓古埃及文献变得更耐人寻味的是，有一种可能性正在悄悄浮出水面。这些资料的源头可能甚至比古埃及文明本身还要久远。在布林斯利勒波尔特伦奇所著的《心之神殿》一书中，他大胆提出一个震撼人心的说法，有传说称古埃及其实是亚特兰蒂斯的殖民地。如果这个说法哪怕有一丁点是真的，那皮里雷斯地图背后的信息很可能就可以一路追溯到那个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文明。而这或许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关键证据，证明亚特兰蒂斯并非纯粹的神话传说，而是真实存在过的文明。这样一来，亚特兰蒂斯的幸存者或许真的曾逃到埃及，把他们的知识、地图乃至文明火种一同带来，并最终在尼罗河畔开启了古埃及的辉煌篇章。更让人觉得震撼和脑洞大开的是，最近一些卫星拍摄到的南极图像，竟然和皮里雷斯地图上那块被认为是南极洲的轮廓惊人吻合。如果将来科学家真的证实这轮廓是准确的，那地图上其他的信息，比如大片森林、高山，还有其他地貌，说不定也是真实存在过的。这就意味着数千年前的南极很可能不是现在这副冰天雪地的样子，而是一片有人类居住、气候温暖、环境多样的大陆。其实有一个说法也挺有意思的，地球曾经发生过极地转移，就是南北极突然移动，可能在短短几小时内，
原本温暖的地区被一下子扔进了极寒地带。想想看，如果南极真是在那场变动中突然变冷的，那会不会也跟亚特兰蒂斯的突然灭亡有某种联系？也许，那场让亚特兰蒂斯沉没的灾难，其实也是导致南极一夜入冬的罪魁祸首。而这些地图、传说和地质线索，正在悄悄拼出一张连接过去与现在的失落之谜全图。我们不妨大胆想一想，如果南极洲以前真的位于地球更靠北的位置，也就是说，它原本不是极寒之地，而是一片适合人类生活的大陆，那当灾难来临时，如果有人提前得知预警，或许就有一小批幸存者成功逃了出去，最终抵达了非洲，甚至抵达了后来的古埃及地区。最早提出这种可能性的研究者之一是查尔斯·哈普古德，他在研究中大胆提出，南极洲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可能还没有被冰雪完全覆盖，而且更令人震惊的是，那时它可能还是一块有人类居住的土地。虽然即便如此，这个时间点也比古埃及和苏美尔文明公认的起始时间早了1000年左右，但别忘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文明起点年份，很多时候其实只是学术界的推测，并不一定完全准确。历史本来就像一块模糊的拼图，而这些古老的线索，说不定正是拼图中那几块失落已久的关键碎片。而且，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设想，哪怕亚特兰蒂斯的幸存者只有几百人，他们要在异乡重建文明、重整旗鼓，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或许他们花了几百年时间，才逐渐在某片土地上扎下根来。而这些地方也正好与传说中亚特兰蒂斯后裔的出现的相吻合。这些说法听起来可能有点夸张，但我们别忘了，那张皮里雷斯地图里其实还藏着许多让人难以否认的未解真相。比如，它居然在官方发现之前，就准确描绘出了福克兰群岛的位置，比欧洲人真正发现它的时间早了将近1个世纪。更不可思议的是，这张地图还精准勾勒出南美洲的海岸线，不仅轮廓清晰，连几条主要的河流都标得一清二楚。讽刺的是，这些河流直到20世纪才真正被欧洲探险者全面绘制出来。换句话说，这张1513年的地图掌握的信息远远超出了当时已知世界的范围。它到底从哪里来的？它背后到底藏着谁的知识？是不是远古某个高度文明留下的遗产？这些疑问，或许正是我们揭开失落历史的突破口。有一点我们是确定的，皮里雷斯地图不是恶作剧，更不是伪造的，它是真实存在的历史文物。问题是，雷斯到底参考了谁的资料？他们又是怎么做到把包括南极在内的海岸线画得那么准确，而且还画出了没有冰盖的南极洲模样？这背后会不会珍藏着一个比古埃及更早、更先进的古老文明？一个在人类历史书之外，却便利过全球大地的失落民族？他们是靠航海走遍世界，把海岸线一点点画出来的吗？还是说，他们的科技远超我们想象，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拥有了类似飞行器、空中测绘工具这样的东西？就像我们今天用卫星拍地图一样，他们是不是也用某种方式鸟瞰过整个地球？光是这些可能性，就足以让人头皮发麻。但同时，他们也引导我们深入更大的谜团。比如，按照主流科学的说法，南极洲已经被冰盖覆盖了足足1500万年。好好想一下这个数字，1500万年，这已经远远早于任何人类文明的时间线了。那如果真是这样，那皮里雷斯地图上那块没有冰的南极又该如何解释？它是幻觉，还是这一切意味着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其实只是一部分，还有更大更远的故事被尘封在冰下？所以问题来了，难道说南极的海岸线真的是在1500万年前，也就是远早于人类文明出现之前，就被某个高度文明准确地绘制出来了？还是说，像查尔斯·哈普古德提出的那样，南极其实直到几千年前才被冰雪覆盖，那些地图信息来自那时的人类？不管哪一种情况要是真的，都会彻底颠覆我们对人类历史的认知。当然，我们也得承认，
如果主流历史说的没错，南极洲的确在1500万年前就已经被冰盖覆盖，而且当时根本没有所谓的高级人类存在。那还有一种可能，就不得不让人细思极恐了。画出这张地图的就不可能是人类，那会不会是某种早已灭绝的非人类智慧生命，曾经统治过地球？他们掌握着先进的不可思议的地理、科技与测绘知识，而这些知识被某种方式完整保存了下来，穿越了漫长的时间，最终在古埃及流传，在古希腊被记录整理，最后落入16世纪的皮里雷斯之手。这听起来像神话，但仔细想想，会不会我们一直以为是神话的东西，其实只是我们未被允许知晓的历史？还有一点也挺耐人寻味，查尔斯·哈普古德曾推测，这些古老的知识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被某种地下水流式的方式悄悄流传下来。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就是通过秘密社团代代相传。而一旦牵扯到神秘组织，事情往往就变得更加诡异了。在继续讲下去之前，我们还得提一张非常重要但被忽视已久的地图。哈普古德在1960年于美国国会档案馆的角落里意外发现了它。这张地图叫做南方大陆图，绘制于1531年，也就是说比皮里雷斯地图晚不到20年。而奇怪的是，这张地图上画出了一大片叫 Terra Australis 的陆地，看上去和南极冰盖的轮廓惊人相似。更夸张的是，地图上甚至还标出了几座山脉的位置，而这些山脉后来被证实确实存在于南极洲的地理结构中。现在问题又来了，16世纪初，人类根本还没去过南极，更别说去测绘它了。那这张地图是怎么来的？我们几乎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张地图或它所参考的信息，是几千年前就已经存在的成果。很可能，它的来源时间与皮里雷斯地图背后那些古老文献是一致的，来自同一批失落的知识，同一个被掩埋的文明。毫无疑问，关于南极最令人着迷，同时也最离谱的一些阴谋论，正是在二战之后那几年里迅速冒出来的。而要说这一时期最关键的谜团，那就绝对绕不开高挑行动。这项行动发生在1946年底到1947年初，由美国主导，是当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极地军事远征之一。表面上说，这次行动是为了在严寒环境中进行军事演练，顺便在南极建立一个多国科研基地。但这个官方说法一直饱受质疑，真相究竟是什么，到现在仍是众说纷纭。当时就已经有传言满天飞，说什么纳粹德国在南极建立了秘密基地，甚至有更疯狂的版本，纳粹在南极发现了通往地球内部世界的入口。而更玄乎的是，这些传闻还说，纳粹在那里接触到了一个来自地球内部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外星种族。这些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的情节，但很多人坚信，这正是高调行动真正的目的所在，不是训练士兵，而是追踪纳粹残党，或试图探查那个隐藏在冰原之下的古老秘密。虽然这些说法听起来离奇的像是电影情节，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事件。二战结束后，大量纳粹科学家和工程师被美国秘密接收，这就是指甲行动。这些纳粹的技术人员被悄悄带到美国，不仅没受审判，还被安插到各类敏感项目中，继续发挥他们的专长。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纳粹真的在南极搞过什么秘密基地，那这些科学家会不会把那些不可告人的南极机密一并带到了美国？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就不得不提到研究者兼作家格雷姆·戴维斯在他的书《纳粹月球基地》中提出的惊人观点。他说，纳粹成功把夯布飞碟转移到了他们在南极的秘密基地，而且纳粹党内一位重量级人物汉斯·卡姆勒也亲自前往这个基地，继续领导这项高度机密的飞碟计划。更惊悚的是，这个计划的真正目标竟然是继续这场战争。换句话说，在欧洲战场宣告结束之后，某些纳粹高层根本没打算就此投降，而是试图在世界尽头的冰封大陆上悄悄准备下一场大反击。不管真相如何，
这场多国联合的高跳行动，最终留下了大量史上最诡异的目击记录。其中最令人震撼的，来自于这次任务中级别最高的军官之一，美国海军上将理查德·伯德。1946年12月，庞大的舰队接近南极海岸。到了1947年2月，伯德亲自驾驶飞机升空，打算从空中观察南极大陆的冰雪地貌。可没想到，他在空中看到的东西完全颠覆了他对南极的认知。如果我们愿意相信他的报告和私人日记是真实可信的话，伯德声称，原本应该是一望无际的冰原忽然在他眼前断裂，下面出现的不是冰雪，而是大片绿色的草原与植物。更离奇的是，那里竟然还有动物在活动，而这些动物根本不应该出现在南极，其中甚至包括一种看起来像是猛犸象的巨型生物。而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他某一刻低头望向地面时，竟然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一座类似城市的结构。你没听错，一座城市出现在那片应该什么都没有的冰雪之下。接下来发生的事才真正让人后背发凉。伯德继续驾驶飞机深入飞行，越过那片诡异的绿地。就在这时，无线电里突然传来一个声音，但这声音不是来自高跳行动的任何成员，而是一个带着北欧或德意志口音的陌生声音。那声音对他说：“欢迎来到我们的领域。”就在这突如其来的欢迎之后，伯德猛然意识到，自己似乎正在飞入某种地球的开口，像是一个巨大的入口，而不再只是普通的地表飞行。还没等他完全反应过来，一股神秘力量猛地控制了他的飞机，让他完全失去了对飞行的掌控。紧接着，一群飞碟形状的飞行器迅速出现在他飞机周围，每一架飞碟的外壳上赫然印着纳粹的万符号。眼看局势完全超出控制，伯德保持冷静，任由飞行器引导他的飞机平稳降落。根据他在飞行日记中的记录，飞机落地后，一群金发碧眼、高大挺拔的男子走向了他的飞机。而在远方，他还能隐约看到一座散发着七彩光芒、闪烁跳动的神秘城市。那座城市仿佛根本不是地球上的建筑，而是一种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活体文明。光线在它之间流动，颜色在它之间律动，像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向他发出讯息。伯德注意到，那些高大的金发男子似乎并没有携带任何武器，这让他放松了一点警惕。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更让他感觉置身梦境。我听到一个声音叫出我的名字，命令我打开货舱门。伯德在飞行笔记的最后这样写道。他照做了，然后他迈出了舱门。眼前的景象让他彻底震惊，他正身处于一座巨大的地下洞穴之中。这里并不是冰冷黑暗的地底深渊，而是一片生机盎然的地下世界。茂密的植被铺满了地面，仿佛进入了某种地底热带雨林。他甚至看到湖泊在远处波光粼粼地反射着光芒。更不可思议的是，他感受到了一种太阳的存在。虽然头顶上并没有看到具体的太阳体，但那种温暖，那种光线，就像阳光一样照耀着整座空间。接着，伯德和他的一位僚机飞行员被接待人员引导前往一栋宏伟建筑。一路走去，伯德发现这些建筑并不是用石头或钢铁建造的，而是用某种晶莹剔透的水晶材料打造的，在柔和的光线下闪耀出虹彩般的微光，宛如童话世界中的精灵城市。两人被带进一间厅室后，一位接待者为他们递上了一杯温热饮料。伯德回忆道，那饮品的味道是我此生从未尝过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他们从何而来，又隐藏在地球之下多久了？而这场看似平和的接待背后隐藏着的又是怎样的目的与计划？两人被留在厅中独自等待了数分钟，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说不出的宁静。随后，两位高大的金发男子重新出现，面容平和，目光坚定。他们请伯德随他们前往下一处地方。伯德没有拒绝，安静地跟随他们而去。根据伯德后来所述，他被带往一座庄严的厅殿，在那里，他会见了一位地底文明的代表，一种居住在地球内部的古老种族。对方以诚恳而庄重的语气告诉他，我们允许你进入我们的地底世界，
是因为你品行高尚，而且在地表世界中享有盛名。他们并不只是出于好奇才与他接触，而是早已密切关注着地表人类的动向。尤其是在广岛与长崎被投下原子弹之后，他们的担忧达到了顶峰。原来，那些核爆所释放出的能量，不仅危及地表的生态平衡，也对地底世界构成了严重威胁。你们的武器，地底文明代表说，已经撕裂了地球的能量结构。如果继续下去，不仅你们的世界会毁灭，我们的家园也将被牵连。他们之所以选择现身，不是为了侵略，不是为了统治，而是为了警告与干预，希望能在人类还未彻底走向毁灭之前拉一把。这一刻，伯德突然意识到，这次南极之行可能并不只是一次地理探索，而是一次命运交汇的接触，地球两个世界间关于生存、和解与未来的对话。更离奇的是，根据伯德将军在与智利一家报纸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所透露的内容，这还是他在那次地底接触之后不久的采访。他表示，地底文明的代表曾警告他说，如果世界再次爆发战争，美利坚和众国将会遭到攻击，而袭击者将是那些能在南北两极之间以难以置信的速度飞行的飞行器。这段话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但现在回过头看，伯德可能早在1947年年初就已经在描述后来的 UFO 浪潮了。你还记得吗？1947年夏天正是全球 UFO 目击事件大爆发的开端，也就是飞碟热的那一年。而其中最出名的事件就是罗斯威尔飞碟坠毁案。换句话说，伯德所说的从极地高速飞来的神秘飞行物，和之后几十年全球目击的碟形飞行器，在外形、速度、行动模式上都惊人一致。难道说，这位地球两极之间穿梭的美军将领，早已窥见了未来几十年即将掀起的飞碟风暴？而这一切，又是否都和那个隐藏在地球深处、拥有不可思议科技的神秘种族有关？可以想象，伯德将军的惊人言论一经公开，立刻在各界引发了极其复杂的反应。有人嘲讽他疯了，有人惊呼真相正在浮出水面。但更加诡异的是，就在这场引爆全球的新闻发布会结束几天之后，伯德将军突然被送进了医院。这次入院成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公开发声。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接受过任何正式采访。尽管如此，他还是在自己的私人报告与亲笔笔记中留下了更多关于那次地心之旅的只言片语。在其中一份写给上级的机密备忘中，伯德曾提到，我已经被命令保持沉默，不得将我所知的一切公之于众，哪怕那是为了整个人类的福祉。而到了1956年12月，离他离世仅剩数月，他又写下了一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我不希望这个秘密随着我的死而消失。而他在那封信的最后一句更是充满寓意，语言不详却又意味深长。因为我曾亲眼见过极点彼岸的那片土地，那里是伟大未知的中心。仅仅1年后，1957年，伯德将军突然去世，死因是潜在的心脏病发作。但很多人认为，这起心脏病更像是一次被悄无声息掩盖的终结，不是终结在身体层面，而是终结在他所看见的那个世界不能被揭开的真相。或许你对此将信将疑，但有件事儿怎么想都令人不寒而栗，那就是伯德将军之子，曾在跳高行动中陪同父亲的小伯德也突然离奇身亡。他的尸体最终是在纽约一座废弃仓库中被人发现的，死状诡异，至今成谜。再说远一点，在跳高行动发生的前几年，欧洲战事刚刚结束之时，一段极少被提起的秘密任务也浮出水面。根据2005年到2006年间Nexus 杂志刊登的系列调查文章，英国政府曾秘密派出一支特别军事小队前往南极执行一项绝密任务。这不是电影剧本，而是由一位名叫詹姆斯·罗伯茨的作者披露的真实说法。他声称自己的消息源来自一名仍在服役的英国士兵。这位士兵当时隶属于一个正在南斯拉夫境内休整的小分队，原本他们以为接下来的任务是前往日本战场，但命令临时更改，他们被派去巴勒斯坦，
介入那里的紧张局势。然而，更诡异的是，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后来就神秘消失在南极。任务之秘密程度之高，连军中内部都无法查证。而这支部队究竟发现了什么？他们是否也进入了那片极地之下的未知世界？没有人知道。但这条线索再次将谜团的核心拉回了南极，也拉回了那场被人掩盖的跳高行动背后真正的目标。1945年10月，一切风平浪静，直到命令突然降临。这位英国士兵接到紧急通知，要求他立刻前往指挥部报道。而他在那里被告知，他被选中参与一项最高机密级别的任务。机密到什么程度，连他的上级长官都不知道具体内容。就这样，什么也没来得及多问，他被迅速调往直布罗陀，随后又被转运到遥远的福克兰群岛。而在那里，他发现自己并不是唯一的被选中者，来自英国多个精英部队的士兵也已齐聚一堂，他们全都无缘无故地被带到了这里。更离奇的是，在飞往福克兰的途中，军官向他们下达了极为严厉的命令：从现在开始，不许对任何外人谈论此行的任何内容。任务就像被彻底封印在黑箱里，没人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也没人知道他们将面对什么。抵达福克兰之后，一位英国军官接管了整支队伍的指挥。而令人更加不解的是，竟然还有一名来自挪威抵抗组织的代表也在现场。他被介绍为即将对这批士兵展开冬季作战与极地生存的训练。你是否也感到了不对劲？战争已经结束，他们又不是要去滑雪，为什么要在寒冷地带进行极地作战训练？难道他们真正的目的地是南极？接下来整整1个月，这支精英小队开始了魔鬼式的极地训练。他们不仅要在寒冷刺骨的南大西洋里进行水上演练，还要适应冰雪环境下的战斗与生存。直到这时，指挥官才终于揭开了谜底的一角，告诉他们，真正的任务现在开始。而且他特别强调，不是所有人都能活着回来，这可不是普通的演习。他们被告知将前往位于南极大陆的莫德海姆英国基地，任务是在穆里格霍夫曼山脉一带调查某些异常现象。更令人震惊的是，指挥官告诉他们，这项任务隶属于英国的秘密战争。在后续的简报中，士兵们才得知，早在1930年代末，纳粹德国就已悄悄在南极建立据点，而英国方面为了应对这一神秘威胁，也在战时秘密部署了自己的南极行动计划，在冰天雪地中打响一场看不见的冷战。而他们即将驻扎的莫德海姆基地，距离纳粹的主基地只有不到200英里。但接下来的简报内容更是让人头皮发麻。军官告诉他们，南大西洋，尤其是南极海岸附近，近几年一直监测到大量德国势力的活动痕迹。这些行动的频率恰好与多艘德国 U 型潜艇战后神秘失踪的时间吻合。接着，指挥官讲了个外界从未公开的重磅内幕。二战末期，柏林陷落之后，英国情报部门悄悄逮捕并审讯了几位纳粹高层，包括鲁道夫·赫斯、臭名昭著的党卫军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还有希特勒钦点的接班人卡尔·邓尼茨。而重点来了，这些审讯完全绕过了美国和苏联，是英方私下进行的深度拷问。也就是说，英国独自掌握了一批情报，谁都没分享，也没人知道他们知道了什么。而这批情报的内容简直令人震惊。纳粹不仅在南极建立了一个秘密基地，而是多个。这些基地不光是为了藏匿高级纳粹官员，还设计一系列黑科技实验和超自然计划，包括某些根本不能在地表进行的恐怖实验。而简报的内容还远没结束。军官告诉他们，其实在几个月前，英国已经悄悄派出了一支先遣小队前往那片区域侦察。这支队伍由士兵、科学家、工程师组成，他们在任务中意外发现了一个远古隧道系统。起初，一切似乎都还在掌控之中，小队决定进入这条神秘隧道展开探索。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完全超出了预期。这支小队
只有2人活着返回了隧道之外。更糟的是，严酷的极地寒冬已经降临，2人被困在前哨基地，无法撤离，只能靠无线电与主基地保持联系。但接下来，他们的通讯内容开始变得诡异离奇。他们声称，在隧道深处发现了纳粹残余部队还在活动，而且这些人似乎还掌控着一群被称为极地人的怪物。那些所谓的极地人不是人类，他们体型庞大，行动迅猛，仿佛不受严寒影响，